我发现了楼上邻居的秘密，他竟然将自己的儿子做成了人肉包子。为了验证隔壁的501是否还活着，我以501家里水烧开了没人关冒黑烟为由，让房东打通了501的电话。可手机铃声响起时，让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铃声是从楼顶的601传来的。铃声很快停止，不知道是对方挂断了电话，还是摁下了接听。大概等了10分钟，我给房东回了个电话询问详情。房东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小将，谢谢你哈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次指不定损失惨重。我硬着头皮问，请问是501本人接的电话吗？好像是吧，就是声音有点哑，应该是感冒了。我敢肯定，接电话的人绝对不是501，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全楼小刀割嗓子，就501没事。他当时还在群里嘚瑟，说猪倒了他都不会倒，更何况501昨天骂人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呢。陈姐，你给501打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是谁给你打电话的？当然啊，我给他说了，是小将你提醒我的，做好事当然要留名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将，我有事就先挂了哈。电话挂断，我心想完蛋了，这不是把我暴露了吗？咚咚咚，房门被敲响了。我颤颤巍巍走到门口，凑到猫眼一看，明明没人，可房门又被敲响了。姐姐，是我，是601的小女孩。我赶紧打开门，招呼她让她进来，她却摇摇头，小声道：姐姐，我来偷偷告诉你一声，小心一点，你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他们今晚会来要你的命。小女孩说完，就扭头匆匆跑上了楼。她跑得可真快，这么安静的夜，我也没听到脚步声。这时601的男人突然出现，他站在楼梯口，用一种阴森的目光看着我，吓得我赶紧反锁了房门。我掏出手机，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。警察赶过来大约需要20分钟，现在我只能乖乖躲在家里，煎熬地等待救援。我又发消息告诉303，601的男主人疯了，501真的被他杀了，楼道里危险，千万别出门。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402的辱骂：大半夜的，谁把1楼的铁门锁了？402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常常这个点出去享受夜生活。接着我又听到他大喊：你别过来，你要干嘛？随后便传来了锤子敲击的声音，我被吓得躲在门后瑟瑟发抖，心想估计402也被嘎了。突然303给我回消息：完了完了，这下真完蛋了，601把1楼的大铁门锁了，这下谁也逃不掉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601要杀的不仅仅是我，而是整栋楼的人。咚咚咚，这时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了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果真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铁锤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房门。见我许久没有回应，他开始发疯似的砸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。我吓得快要崩溃了。就在他将房门彻底砸烂时，隔壁的503冲了出来，他一把抱住了601男主。见此状况，我也立刻冲上前，死死按住了601手中的铁锤。听到动静的303也迅速加入了战斗，最终在我们3人的合力围攻下，终于制服了601的男主。事后，清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，整栋楼里除了我们3人以及601的女主，所有人全被601男主杀害了。我听到这鼻子一酸，这才想起601的小女孩，赶忙询问他的女儿呢？我明明看到她还在。警察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：经过调查，他的女儿早在3个月前就被杀害了，也是被601的男主人做成了人肉包子。原来自从他们家生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男孩后，601的男主因为无法接受现实，患上了精神病。在搬到这栋楼后，因为邻居们的辱骂，促使他的病情越发严重。先是心理不平衡，杀掉了身体正常的女儿，接着他又恨铁不成钢，残忍杀掉了超雄男孩，然后逼迫自己的妻子将超雄男孩的肉做成了人肉包子，分给大伙吃。最终一无所有的他，又将目标瞄准了整栋楼的住户。知道真相后，我不自觉地朝楼顶的601看去，突然那个小女孩又出现在楼道里，她冲我摆了摆手，仿佛在说：再见了，姐姐。